大家好，这里是 Async Talk， 我是 Async Talk 主办 Nata。今天想接着我们之前关于 Open Cloud 的话题来去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产品，它叫 uCloud。大家可以看这里。这样好，这里就是 uCloud 的这个产品。实际上你看到它像是一个充电宝，它可以贴合在手机背面的一个小产品。之所以它会出现在 Async Talk 这边，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在于，它其实是 Open Cloud 的一个入口。我们之前提到过 Open Cloud， 那 Open Cloud 它是一个可以让 agent 来去帮我们完成一些事情的一个工具。我们大家都应该尝试过给 Open Cloud 去发一些任务，比如说汇总今天的信息，看一下新闻，帮我做一个网站，那你怎么样让它来做呢？一般情况下都是通过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这种 M 的软件来说的。但今天 uCloud 这个产品，我们可以直接来去对话。比如说，我现在长按它，请帮我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怎么样？这边其实它正在进行中。那我们等一会儿 Open Cloud 它的执行。那 uCloud 我用了这么一段时间之后，实际上在我看来，它是一个 AI 产品的一个独立的入口，它并不像其他我们使用的 ChatGPT 或者 Cloud 的客户端那样，它是一个纯软件的东西。uCloud 不是的，它是尝试去通过软硬件结合的方式来在这个AI 时代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。那首先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个硬件，那硬件它是吸附在手机背面的，它就像是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提供了一个按钮，还有麦克风，还有录音，以及一个非常有趣的 RGB 的灯带。在数据层，因为苹果它有自带的通过蓝牙来获取系统通知的一个功能，那获取到系统通知，然后去调用大模型的一些分析。那如果命中一些规则，在这个灯带上面去做一些调整，就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红色或者绿色的一个灯带，这一整套流程它就会让我们的 agent 的交互变得有些不一样。因为之前我们都是纯软件的方式，而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硬件的结合，有一些不同的内容的。那我觉得比较好用的功能，首先一点就是一个通知总结。那我现在可以尝试让它给我总结一下通知。这里刚刚我让它帮我来总结的股市的内容，它已经出来了。那这里可以看到市场分化剧烈，大概这样的内容。但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小问题，它的内容的渲染还是有些问题的。对于这个 OpenUI Artifact 的渲染，还是有很多提升空间的。OK， 那同样我可以用它来去帮我 summary 我的 notification。那这里有一个 summary。相信大家也有了解过，像 Apple Intelligence 它也有通知总结以及 AI 去进行通知总结的功能，但就我的体验而言，它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。它距离我们现在的 AI agent 的时代已经落后了非常多了。OK， 那这里我的最近5天的通知汇总已经整理出来了。微信有240条，飞书有188条 ，Gmail 以及 iCondo， 当然还有各种的内容。那需要关注的就是我有一个 Cleaning Kiki Web 的项目，最近一直是构建失败。那可以看到这边有写，以及另外的一些项目。那会议上面也有一些内容。OK， 它甚至还有我的出行信息。OK， 你可以看到它的总结其实是相当完整的。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关于它的一个录音的功能。就比如说我们开会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做一些会议记录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双击它开始录音。好，这时候可以看到界面它正在进行录音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录音的一个效果，有一个很早的和家里人的聊天的一个内容。那这里可以看到它有 summary， 我们当时去聊的一些关于酸奶和奶酪相关的内容。这个总结其实还是蛮有用的。当我们在进行一些会议之类的时候，可以去做一些录音，事后会做分析。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去做这个录音呢？它其实是在帮我们去整理我们的上下文。大家都知道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在 AI 时代了。AI 时代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 context。目前像 GPT 5.6 这样的模型，以及 Web 5这样的模型，在多数场景下，它的智力是比较够用的了。剩下我们需要不断的给这些模型正确的 context， 让它来去理解我们，让它来去做很多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。那众多的 context， 其中之一就是我们日常的交流内容，它体现了我们的想法，它体现了我们的做事方式，那它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去帮我们去完成某一件事情。还有一点是模型可以替换，它有几个模型可以选，比如说 DeepSeek，比如说
GLM 5.2，我现在用的其实就是 GML 5.2。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，我会认为软硬件结合才是未来的方向。比如说 uCloud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硬件的入口，用了之后你是不太容易去切换到另一个同类型的产品的。相对于软件来说，它是一个更难切换的地方。这样一个物理入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另外就是一个持续的上下文。相信大家在用 Codex 或者 Cloud 的时候，你给它的上下文基本上是你的代码信息会有持续不断的一个改进。但是对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事情，因为我们生活不是代码，各个是非常碎片化的。如果说我们有这样一个东西来去记录我们完整的一个 context， 对于模型来说，我们就可以构建出我们持续性的上下文，然后这个模型就可以更加准确的反映出我们的环境，去理解我们的想法，来去做出一些变化。比如说帮我们出方案，那它知道说我们可能比较喜欢激进的一些，那它后面出来的一些设计方案就会更好。还有一点就是物理反馈。那 Agent 聊天，我们之前主要都是通过一个 Chatbox 来跟 Agent 聊天，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在用 Codex 或者说用 Cloud Code， 基本上也都是这个样子。那就我认为，在这个 AI 时代，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护城河，在我看来就是硬件。其实模型是很容易换的，你觉得 DeepSeek 很好用，第二天出了 GML， 那你可以去切换到 GLM 5.2的模型。对于现在来说，我们中间的 Opter这个层已经非常的强大了，你可以轻易的替换一些模型。App 其实也可以替换 ，Agent 的框架当然也可以换，现在已经有很多 Agent 的框架了。但是一块它挂在你手机背面，一直在帮你整理你的个人上下文的这样一个硬件，它是很难被替换的。它不会说像我去换一个模型这样简单。如果说你想要换一个硬件，意味着你整个里边包含的所有的内容都要去进行切割。那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如果说你用的是苹果的全家桶，你想要再去切换到 Android 的话，那意味着你这个相册实际上是很难做迁移的。这就是硬件入口所带来的一个商业护城河上的一个巨大的优势。当模型越来越趋同的时候，竞争可能并不再是比谁家的模型更聪明，而是说谁控制了上下文，谁控制了一个用户的入口，以及谁控制了 Agent 执行的这个闭环，谁就是可以拿到更大的一个商业利益。那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，大多数的产品都是软件优先的，是因为硬件的利润其实相对比较低的。包括今年 DRAM 就是内存，它涨价涨得非常的凶猛，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它仍然没办法去干过软件的利润率。那我们刚刚说了，硬件它很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可以控制一个入口，它的可替代性是比较低的。那用户一旦绑定到某一个硬件的话，它很难再去迁移到其他一个硬件。其实沿着这个逻辑，我们就可以接受硬件它的毛利是比较低的。我们主要去通过软件服务去进行一个商业上的收费。那我们回头来去看，聊天软件已经不完全是 Agent 的纯粹的入口了。那模型也并不是一个唯一的壁垒。OpenCloud 它作为一个热点的退潮，但是它带来的是整个生态以及基础设施各种方面进行的一个强化，让整个 AI 产品进入到一个 agentic 的一个时代。那 uCloud 的这种尝试，它就是把 OpenCloud 从和电脑里边去聊天，而是把它转变成在手机上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硬件入口来去和 OpenCloud 进行交互，去为自己提供更充足的上下文。说实话，就是让 OpenCloud 来去拥有一个实体的身体，来去做这样一个事情。当然了 ，uCloud 其实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比如说它的一个 Agent 的交互其实是不足的。就像我刚刚给它发一个任务，那它是在自己的 In-App 里边来去做返回的，这并没有去充足的接入苹果的推送系统。它也没办法处理一些更丰富的上下文，就比如说 location 之类的信息。但是其实这些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，这些问题就只是你跟 Coding Agent 再去多聊几天，这些功能其实很快都会能追上，所以这个其实不算是太大问题。另外就是一个定时任务，它是缺少闭环的。我其实前几天有跟他聊了，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。那我跟他聊起来，他会帮我去做一些 cron job， 去做一些定时任务。我让他每天早上10点钟去给我推送一下早间的新闻。其实说实话，他任务是 set up 了，但是他这个推送并没有去做。他其实还是 callback 回前面那个问题，就是产品的闭环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，产品的闭环可以得到一个更强的循环。那
当然，我其实觉得最大的 concern 点在于一个用户的安全隐私，因为像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它可以去记录我们完整的一个 context，它可以记录我们的音频，记录我们日常的一些聊天，它可以去 hook 我们的推送。那其实推送里面会有很多敏感的信息，比如说你银行的一个转账记录都会被它给截取掉。那这个隐私方面，我觉得 uCloud 还要再去想一想怎么样能去获取用户的信任。当然，这个泄露它并不是主观意义上的泄露，比如说 server 可能被某个黑客给攻破了，那就有关于我这个人非常充足的上下文，这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。OK，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介绍一下 uCloud 以及通过硬件入口来去探索 AI agent 的交互的这样一个产品。那你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对于 uCloud 这样一个软硬件结合的 agentic 入口方式的一个想法。好的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